2艘自杀式无人艇带着900公斤的炸药秘密开进俄军一处海军基地。这次俄海军损失大了，据说一艘大型登陆舰受损，舰上还有上百名俄军士兵。这艘最新型的乌军无人艇为何俄军拿它没有任何办法？今天火力军跟大家聊一聊，在丧失海军的情况下，乌军是怎么凭借小小的无人艇对抗整个俄海军的。从去年4月份，乌军宣称利用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黑海舰队莫斯科号开始，俄军就对乌克兰反舰导弹生产工厂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后来，乌克兰又从北约国家手中获得鱼叉反舰导弹，并摧毁俄军瓦西里贝克号拖船和一座钻井平台。但从去年6月份开始，乌军反舰导弹在战场上销声匿迹，再也没有传出任何战果。正因为反舰导弹的生产工作因为俄军空袭造成停滞，于是乌克兰转变方向，寻求新型反舰武器，将目光转向了自杀式无人艇。就在8月4日，乌军出动2艘无人艇袭击俄黑海沿岸城市新罗西斯克的一处海军基地。有当地居民表示，军方向无人舰艇射击，至少摧毁1艘舰艇。这条消息也得到了俄罗斯国防部的证实。新罗西斯克港是俄罗斯在黑海的主要港口。根据乌克兰放出的消息，此次出动的无人艇共携带了900公斤的炸药。虽然俄罗斯表示无人艇被俄军发现并摧毁，但俄军表态明显底气不足，因为乌军在社交媒体上将无人艇第一视角影片放出，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无人艇在锁定俄军舰后高速冲向目标，而在行进过程中还进行了确认瞄准，包括识别舰体特征、调整攻击角度，最终成功命中登陆舰中部，船体出现了严重倾斜。据说上面还有上百名俄军士兵。这已经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被乌军袭击的第4艘大型登陆舰。原本隶属于北方舰队，上个月才调到黑海对抗无人机，只是运气实在太差，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就直接被送进了修理厂。短期内估计无法投入作战了。目前这艘受损的大型登陆舰已经被运送到新罗西斯克的海军基地附近。从去年8月份，克里米亚沿海就多次发现乌军无人艇的踪迹。去年10月份，乌军首次派遣自杀式无人艇配合无人机蜂群袭击俄黑海舰队驻地塞瓦斯托波尔港，首次对外展示乌克兰研发的首款无人艇。在当天的行动中，乌军出动7艘无人艇，尽管4艘被俄军摧毁，但剩余无人机成功击伤黑海舰队的 226M 型扫雷舰以及舰队旗舰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在去年10月底首次集群出击后，乌军就隔三差五使用自杀式无人艇袭扰俄军。今年5月份，乌军利用3艘无人艇攻击了俄军伊万库尔斯号侦察船。在6月份，又利用6艘无人艇编队袭击了俄军普里亚佐维耶号侦察船，令俄军防不胜防。不久前的7月17日，连接克里米亚和克赤半岛的大桥遭到了乌军自杀式无人艇的袭击。尽管当前铁路运输保持通畅，但由于爆炸摧毁了公路段的一节桥梁，这座大桥的公路段被迫封闭到今年年底。成功使用无人艇打击俄军战略通道，也让乌克兰士气高涨，所以在近期高调展示了第2款国产自杀式无人艇。就在近期，乌克兰一家军工公司在土耳其防务展上展示了一款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艇，被称为马古尔 V5，这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推出的第2款类似装备。乌克兰防长表示，未来将继续发挥非对称优势，利用各种无人装备打击包括克里米亚、黑海舰队在内的俄军重点目标。与前型相比，新型无人艇在尺寸上变化不大，不过进行了进一步优化，舰身离水线高度近50公分，进一步增加了隐蔽性。除了可以执行袭击任务以外，还能通过换装不同的任务模块执行侦察、监视、巡逻以及反水雷等任务。按照乌克兰的计划，这款新型无人艇将很快进入量产阶段。届时乌军将利用无人艇狼群战术对黑海舰队展开袭击行动。另外，乌克兰还公开了一处军事基地，并曝光了一款由乌克兰自行设计制造的无人艇，据说从未向公众展示过，可以由水上或水下执行监视、侦察以及攻击等任务。美国有线电视网进行了详细报道，不过由于保密原则， CNN 并没有公布详细内容。据媒体记者描述，这款无人艇类似于独木舟，
与此前俄军拦截曝光的无人艇相比，新型无人艇外观更加光滑，伪装色也从原来的黑色改变为了更为隐蔽的灰色。卫星通信天线采用了全新设计，位于无人艇的舰尾。此外，无人艇内部还配备爆炸装置与摄像系统，舰首安装有冲击爆震传感器。这些设计可以让无人艇能够在夜间无声接近目标，并在接触时引爆炸药，对俄军舰艇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这次实际探访中，乌克兰还公布了许多新型自杀式无人艇的细节参数。这款无人艇全长 5.5 米，最大航程可以达到800公里，最高航程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在攻击方式上，无人艇头部可以携带300公斤以上的炸药。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在黑海与克里米亚地区对俄军舰队实施攻击，而操控这样一艘无人艇所需要的操控组件仅有一只公文包大小，上面包括开关、操纵杆、显示器以及杆钮。正因为乌军失去了海军力量，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来对抗俄罗斯的几支舰队，所以才会发展自杀式无人艇。乌克兰表示，关于海上无人艇研发工作是在俄罗斯入侵之后开始的，由乌克兰军工技术部门自行设计研发，并在乌克兰本土进行制造。此外，乌军无人艇不仅对航行在黑海上的俄军舰感兴趣，即便是民用船只也会成为打击目标。因为在7月份，乌克兰就正式对外宣布，所有行驶在黑海海域的俄罗斯船只都将被视为运输军用物资的打击目标。乌军无人艇不仅在海面上大杀四方，同时也在俄海军基地周边伺机而动，随时准备对其发动攻击。目前，俄罗斯已经对袭击海军基地的多波次无人艇进行了拦截，尽管损失不大，可是这玩意儿的破坏力是绝对不容小觑的。就以这次奥列涅格尔斯克矿工号登陆舰为例，只要有一艘无人舰突破拦截命中目标，那么俄军就要付出一艘军舰的代价。作为俄罗斯4大舰队之一，黑海舰队的行动范围覆盖黑海和地中海，并在这片地区设有数个基地，其中瓦尔斯托波尔海军基地是其主要基地，正好位于克里米亚。从军事战术上来说，乌克兰想要收复克里米亚，就必须摧毁黑海舰队，切断乌东地区俄军的海上通道。乌克兰研发的无人艇虽然只有几米长，但却可以携带数百公斤炸药，爆炸威力甚至堪比鱼叉反舰导弹。在大型舰艇面前，无人艇最大的优势就是机动性强、体积小。这种无人艇个头小，舰身扁平，在波浪的掩护下，一般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发现其踪迹。即便俄海军的检测雷达检测到无人艇舰队，也不太可能将其正确归类。而且，俄海军护卫舰的导弹系统并没有针对小型隐蔽的水面目标进行优化，想在摇晃不止的军舰上利用轻型武器拦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且乌军发现，俄军 AK-630 等小口径舰炮根本无法有效拦截自杀式无人艇，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只要瞄准这些无人艇，就能对其进行摧毁。舰炮的主副炮手全力配合，同样可以做到，但若同时被周围数十艘无人艇袭击，那就没有解决办法了。无人艇的使用制造了海战新难题，也衍生出新战法。与其他反舰导弹等制导武器相比，这种无人艇成本低廉，造价只需要25万美金，远低于其他武器。以美军 MK48 鱼雷为例，单价高达300万美元，是无人艇的10倍以上。以往袭击对方港口，往往使用导弹或有人装备，一旦被发现，很可能有去无回。而这种无人艇只需要执行任务的人员在后方遥控操作就行，不必冒着巨大风险亲自上阵。这种小艇打大舰的战术已经成为乌军最常进行的不对称战。目前来说，确实对俄海军舰队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因为俄海军装备的传统传感器在设计和性能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很难对这些目标信号特别小的无人艇进行有效探测。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新型无人艇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超远大型水面舰艇的航速，让俄军那些本来就难以发现这类海面轻小目标的传感器更难以在波浪中锁定目标。但并不是说无人艇没有缺点。首先，无人艇自动识别目标的能力比较弱，全程需要操作人员，远距离利用摄像头等设备进行观察并遥控，信息有一定的迟滞性，有可能会出现刚到重要目标周边就被引爆的情况，导致杀伤效果大打折扣。另外，无人艇体积较小，也对舰艇功能有一定的限制，无法执行复杂的作战任务，抗风浪的能力也比较差。
但不管怎么说，在乌克兰战场上得到广泛应用的各种无人机、无人艇，必将对未来的战争造成深远影响。目前乌军正在持续改进和生产多种自杀式无人艇，通常具备体积小、目的明确、可消耗的特点，可以批量生产，必要时甚至在车库里就能制造。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城市进行空袭，并打击乌军无人机的相关生产设施，但由于后者结构简单，相关建造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机械设备，乌军恢复无人艇的生产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现在乌军在海上作战时，就是利用这种廉价无人艇，以数量优势抵消质量优势，通过广撒网、多脸鱼的模式，对俄军水上力量进行不间断的骚扰，包括舰队母港等重点目标，即便不能大量摧毁俄军舰艇，也能让俄军终日提心吊胆。目前，乌军首要任务就是组建一支由100艘无人舰组成的舰队，用来保护乌克兰的海域，并阻止俄军舰队离开基地。同时，乌军还能利用无人艇执行一些秘密任务，比如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等。不过，不管怎么说，对于现在没有海军的乌克兰而言，这东西起码能够阻止俄罗斯完全控制黑海海面，为自己争取到一定的话语权。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